玄木记》第3季第21集。因姚真来得太突然，当年的阿泽就是清虚一事，暂时还不能让他知晓，所以陶德嬷嬷赶紧告退了。清虚也命侍女拉下了纱帘，暂时遮挡一下自己的真容。姚真强打着精神，缓缓地走进东宫的大殿，飘飘渺渺间，好像是故人重逢，又好似故地重游。清虚注视着姚真一步一步走向他，眼前的是曾经的爱人，还是曾经的仇人？可能清虚自己也分不清了，但他在心中说：姚真，你还是来了，我们还是有缘的。姚真走到殿中，有气无力地下跪行礼：司法天神姚真，拜见东胜神州王。清虚见姚真面色苍白，看出他是中了阵毒，于是赶紧吩咐道：快扶司法天神到密殿，他现在中毒颇深，受不了这水压。密殿是在东宫平行空间中的一个秘密宫殿，此处并没有水，更适合此时的姚真。姚真一来到密殿，便脱离了这10几万里的水压，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，胸口压着的这口血也吐了出来，舒服多了。此时清虚也已赶到，因他以浮云遮面，所以姚真也看不清他的脸。此时的姚真满目眩晕，一见到清虚便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：请东周王用那如心拳救我昆仑山，我们都中了阵毒。好，本王知道了。随后赶紧扶姚真到了榻上。清虚一手扶着姚真，另一手伸出手掌，用内力一催，掌心便有涓涓细流涌出，这涓涓细流便是如心拳。清虚为姚真服下了这如心拳，姚真感觉五脏六腑的灼烧之感在一点点消退，胸口也没有那么沉闷了，渐渐的也有了精神，坐起来对清虚说：多谢东周王解毒之恩，希望东周王再借我些泉水，我要赶紧回去救我昆仑山人。天神不必着急，你现在虚弱得很，本王这就派人将如心泉送去昆仑山便好，你且不要随意走动。随后清虚便叫了一神官来，姚真从头上摘下一碧玉簪子，交给那神官说：麻烦神官了，您且拿着这玉簪，就能找到昆仑山中毒的那些人，用此簪在我昆仑山的灵窍溪上空一画，便能解了我下的结界。再麻烦您向这溪水中也撒些如心泉，姚真在这里谢过了。神官领了吩咐，赶紧去了昆仑山。清虚看着此时的姚真，眼神依旧和当年一样清澈澄净，面庞恢复了丝丝红晕，更显得甜美可爱。发簪取下，一头乌发垂肩如瀑，憨娇柔弱。姚真虚弱地咳嗽了几声，清虚方缓过神来：你体内还有些余毒未清，还需要好好休息，你快躺下吧。姚真实在不好意思躺下，便半坐着倚靠着墙。这阵鸟虽说是3界剧毒之物，但一般不会主动攻击，你是怎么中的毒呢？说来话长，这次十分感谢东王的解毒之恩，姚真日后定会……清虚看姚真也不躺下，强打着精神还在说些客气话，便笑了，低声说：呵呵，还是这般逞能。什么？这如心泉呢，可解3界内的一切毒，等你恢复好了，本王教你造这泉如何？此泉您竟会造？当然，如心泉就是本王所造啊。这泉不是昊天大帝所造吗？本王也会。好，那就多谢东王了。清虚见姚真还在坐着，知道自己不走，他是不会躺下了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本王先回去了，晚一些再来看你。姚真刚要起身送清虚，清虚已隐去了，姚真这才躺下休息。躺了许久，心中还在惦念着昆仑的生灵有没有喝到解药，法力刚恢复了一些，便用天目向昆仑看去，发现神官已解了昆仑山的阵毒，姚真这才安心地睡去。
第二天正午，瑶真渐渐醒来，只见身边有一小侍女非常欢喜。太好了，天神醒了！瑶真慢慢坐了起来，侍女们拿着甘露和香帕前来。我们来替天神洗漱更衣。瑶真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简单的梳洗完毕，只见小侍女拿了一件青蓝色的斗篷。这是我们君上平时穿的斗篷，君上说您身体虚弱，让我们给您披上。说完便为瑶真披在了身上。天神请一步清祥阁，我们君上备了一桌好菜，已经恭候您多时了。瑶真点了点头，便由宫娥引路来到了清祥阁。清虚正在桌前等候瑶真，见瑶真披着自己的斗篷来了，也没有起身，只是坐着这样静静地看着他。只见瑶真披着自己平日穿的斗篷，面容还有些许憔悴，但也笑意盈盈，长发从脸颊垂下，缓缓走来。瑶真一看，东周王以浮云遮面，在座位上静静地看着自己，心想，昨日还以为是自己眼花，看不清他的真容，原来是以浮云遮面了。瑶真走到清虚跟前，行礼说道：“让东周王久等了。”清虚缓过神来：“你好些了吗？”“好多了。”“来，快坐下，吃些东西能恢复更快些。”瑶真坐下之后，清虚便为瑶真夹菜。瑶真心中一惊，心想他竟不用侍女布菜。谢谢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东周的菜应该是三界里最好吃的了，你尝尝看。瑶真一尝，果然味道不咸不淡，口感不软不硬，色香味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果然好吃。那就多吃一点。随后清虚便问站着的侍女们：“你们吃了没有？”“我们差不多都吃过了，好像啾啾和爱爱还没有吃。”“那就别站着了，快去吃饭吧。”啾啾和爱爱点点头，对瑶真行了个礼就退下了。瑶真心想，这东周王摆的宴不仅毫无排场，而且竟像寻常百姓吃家常便饭一样。你是怎么中的毒？嗨，我就是路过那隐雾山，结果被一群镇鸟盯上了，和他们打斗之余，不小心裙摆上沾了镇鸟的羽毛，就将这毒带回了昆仑山。我侍女为我洗衣时不小心碰了那羽毛，结果就中毒了。然后我就……瑶真突然想到自己不能说用转业术啊，他答应过阿泽不能说这秘传功法。你就用了转业术，然后一身毒的来见本王了。是啊，您怎么知道？此时的清虚颜色稍有不悦。猜的。瑶真也没注意到清虚的脸色，笑着刚要夸赞清虚猜得准。多亏你那转业术只习得了80%，要是完全掌握了，你就见不到本王了。瑶真一愣，心想真是高人啊，不仅知道这秘传功法，连我能修得几成也看出来了。以后再用转业术之前，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分能耐。这句话刺得瑶真满脸通红，有些不好意思了。身边的侍女也觉得场面十分尴尬。君上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司法天神呢？清虚才突然发觉自己刚刚那句话有些失礼，一看瑶真脸颊通红，本王言语冒失了。无妨无妨，东王教训的及时，十分感谢东王的救命之恩。瑶真在这里先干为敬。瑶真拿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喝过之后发现好像并不是酒。小侍女看瑶真有些疑惑，赶紧解围：我家君上知道天神身体需要休养，所以没有盛酒，换成了桃汁，也不知天神喝不喝得惯。不错，蛮好喝的。清虚抿嘴一笑，拿起杯子看着里面的桃汁。曾在南州听过一句诗：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这是写美人的吧？清虚笑而不语，场面又有些尴尬。小侍女赶紧说：这句诗形容天神最合适不过了呢。说笑了说笑了，我可算不上美人。瑶真想打破尴尬，赶紧又说：东王，您不是说要教我造那如心泉吗？好，那你随我来。清虚带瑶真来到了一个景色优美之地。你看，这就是如心泉。只见有一泉碧波荡漾，澄净清明，周围的空气都是清透温和的。
伸出右手跟我学。姚真伸出了右手，随着清虚一点点学起来。运丹田之力，一套复杂的手法过后，涓涓细流从清虚的掌心喷涌而出，这就是如心拳。而姚真的掌心却什么都没有。我的怎么什么也没有啊？别急，本王先来审审你这个司法天神。姚真行礼。司法天神，洗耳恭审。那镇鸟一般不会主动攻击生灵，除非你身上带着嗔恨之气。你路过隐雾山之前，可起了嗔恨之心？不错。那南州的邪魔太过凶残，我确实动了很大的嗔恨之心。你向来有一志决生死的气魄，但你可有一笑泯恩仇的心量？没有。清虚心想，不愧是真性情的姚真。好，答得干脆。那你可知这如心拳的如心二字作何解释？如心，可是一个数字。清虚点了点头。您是让我宽恕那些邪魔吗？是邪魔中了阵毒，还是姚真中了阵毒？是我中了阵毒。不错，你要宽恕的是你自己，无嗔无恨，方能自在如心啊！这正是造如心拳的心法。你刚刚不懂这心法，只用我教你的技法，是造不出这拳的。你现在懂了吗？略懂一点。那你再试试看。姚真又做了一遍刚刚的手法，果然掌心有了一缕细细的水流。你回去多修心性，扩大自己的容量，这拳会出得越来越好的。随后便伸出手，那泉水似汪洋般从清虚掌心涌出。这昊天大帝所造之拳，您能修习得这般透彻，好厉害！清虚笑而不语。东王心量宽宏，我见识了。东王就没有那难以宽恕之事吗？曾有一件，不过也释怀了。什么事？没什么，诛心之事。什么？谁敢诛你的心啊？对了，刚刚这个技法你还需要再加强一下，这里非常重要。教会了姚真之后，清虚又带着姚真在王宫的后花园散步，两人交谈甚欢。姚真面色上的些许虚弱之态也渐渐消散了。他二人走到一处葡萄园，见有老园丁在此架葡萄，正说着话，姚真见清虚挽起了袖子就去帮那老园丁架葡萄，毫无一点王的架子。姚真心想，人家一州之王都这么平易近人，我也前去帮忙吧。姚真刚要帮忙，只见清虚摘了一串葡萄送到他的嘴边，姚真刚要伸手接过来，直接吃吧，尝尝。姚真放下了手，用嘴轻轻咬了一粒葡萄，清虚微笑着看着他品尝。姚真发觉这葡萄真的非常好吃，而且与普通的葡萄不一样。我第一次吃这么软的葡萄，从皮到籽儿无一点酸涩之感，入口绵密甘甜，真的很好吃。你爱吃就好。二人游园了许久，姚真又有些许咳嗽。你累了吧？本王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好。清虚便送他回了密殿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本王也回去了。姚真行礼，恭送东周王。不用这般客气。姚真笑着点了点头。清虚看看实在应该走了，刚要走又回头说了句明日与本王一起用早膳可好？姚真羞涩地点了点头。第二天，姚真很早便起了，悄悄问床边守夜的侍女：“你们平日里用什么画眉？”回天神，我们用章鱼女的墨汁画眉。不行吗？对了，忘了，你们一直待在海里，不行的。天神是要画眉吗？我为天神取下来。我想我今日已无憔悴之色了，去见你家君上也应当庄重些。好，那我为天神取下来。小侍女前脚刚走，姚真后脚便离开密殿去了海里。姚真在海里畅游了一番，捡了几颗紫珍珠做点额，借了几重红珊瑚的颜色做唇脂，又正逢海面上旭日升起，扯了缕朝霞做披帛，
摘了几朵浪花做裙摆，又收了些闪耀的日辉点缀发间。姚真回来之后，看见侍女正拿着章鱼女的墨汁等着为她画眉。画过眉之后，姚真又仔细地照了照镜子，美滋滋地问身边的侍女：好看吗？天神美极了，真是仙中绝色。哎，对了，有胭脂吗？天神，您照照镜子看看，还需要胭脂吗？姚真仔细一照，发现自己脸色粉红。天神的脸颊现在像仙桃一样粉嫩呢，哪里还用得上胭脂啊？好，那带我去用早膳吧。仙娥为姚真引路，带姚真去用早膳。清虚见姚真到此，今日更是娇媚可爱，也忘记了说话，只静静地看着他。姚真微笑着低下头，让东周王久等了。来，坐。本王特意让老伯挑了串最新鲜的葡萄送了来，知道你爱吃。姚真轻轻坐下，多谢了。一会儿本王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用过早膳之后，清虚带姚真来了一僻静之地。姚真见此地偏远僻静，是深山中的深山，幽谷中的幽谷。此处还有一间不大的小木屋，篱笆围成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树，树下有一石桌一石凳。本王平日里爱在这儿读书，这里宁静，看那些术类的天书也不至于留神。术的天书？我就看了几部河图和洛书，就好似耗尽了所有的智商。你看的那几部书里有伏羲大帝的智慧，也是不简单的。姚真一听伏羲大帝，来了兴趣。哎，你听过成阳成阴吗？听说过。你可知到底什么是成阳成阴？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三界内最初的两仪便是成阳成阴。那这最初的两仪在哪里呢？最初是伏羲大帝造了太极，太极又生了两仪。伏羲大帝与女娲娘娘曾育有一子一女，也就是我们知道的上古二神东王公和西王母。东王公后来又做了昊天大帝，他们二神身上自带成阳成阴。哎，那除他二神之外，三界中就再也找不到这成阳成阴了吗？那本王就不知了。为何问此啊？刚刚听你说到伏羲大帝，突然想到的。来，咱们进屋里坐坐。姚真走进了这间小木屋，环视了四周，发现不仅毫无摆设，而且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。想想一州之王竟爱住这样的简陋的木屋，也真是难得。咦，这是炕？这是人间的火炕吗？是的，不过你坐上去看看。姚真一坐上，发现此炕柔软温暖。这炕可以那人间的不同，舒服多了。那是自然。此时窗外突然跳进来一只野兔子，清虚将它抱起，抚摸着小兔子的绒毛。你看它多可爱，像你一样。姚真一愣，因姚真想到自己的真身本是一只白虎。你说我像兔子？我怎会像一只兔子？后山还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呢，我带你去瞧瞧它们。姚真到后山一看，都是些圈养的鸡鸭鹅狗，还有兔子小鹿之类的，看得姚真真是目瞪口呆，完全颠覆了姚真原来对王的概念。他没想到一州之王竟如此爱过平民百姓的日子，不仅家里有炕，还亲自饲养牲畜。清虚带着姚真游山玩水，有时见到了东周的百姓，百姓们就像看见了朋友一样跟他打招呼。他也时不时地帮帮老叟收收渔网，摆摆棋盘，和百姓们一起谈天说地。没有一个百姓知道他就是这东胜神州的王，东胜神州所有的生灵都要受他的恩惠，靠他的庇护。一仙娥前来禀报：君上，天神，晚宴已备好。饿了吧？咱们回去吃饭吧。真是饿了呢。席间，清虚依旧不需要侍女们布菜，甚至亲手为姚真剥一些带皮带壳的食物，弄得姚真十分不好意思。这姚真如何受得起？让侍女们剥就是了。无妨无妨，侍女们站着，本王坐着，
当然本王来拨更方便些，都是一家人，谁拨都一样。姚真听清虚如此说，心中更生起敬佩之意，于是端起酒杯，杯中虽盛的还是桃汁，但姚真以果浆代酒，敬了清虚一杯。虽做司法天神数年，但十分惭愧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到东周，见百姓安然，生灵喜乐，一派祥和幸福景象，不由得对东王升起了敬意。这几日与东王相处，更让我大开眼界，没想到一州之王还能如此平易谦和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清虚静静地听姚真夸赞他，心中也满是欢喜。这次落魄而来，东王不仅解了我和昆仑的难，更是将我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说到这儿，姚真脸颊渐渐泛红，停顿了一下，接着笑意盈盈地看着清虚。姚真心中感激不尽，日后还望东王常到我昆仑山坐坐，以为我们的一片感恩和倾慕之心。姚真带着这红粉的脸颊，嗓子像是含着蜜似的，瞪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对清虚说完了此段感激之话后，便渐渐将眉眼低垂，等着清虚回答。半天也不见清虚答话，只愣愣地坐在那里。清虚一听倾慕二字，瞬间红了双耳，没想到这姚真竟如此坦率直接，弄得清虚竟一时语塞。旁边的小侍女见冷了场，君上君上。清虚一听侍女叫他，吓了一跳，竟腾的一下从座位站起，把大家也吓得一愣。清虚此时不仅心乱如麻，见此景又十分尴尬，突然想出去冷静一下，竟连一句话都没说，就急慌慌地出去了。